大家好，大马的医疗体系究竟是怎样构建的？与中国相比，本质上有哪些区别呢？我问过很多人，但没有可以回答得清楚的。今天这位嘉宾将告诉我们，大马为人民构建了怎样的医疗保障网？大马医疗体系为什么会在世界的排名这么高呢？政府医院和急救体系真的这么糟糕吗？今日嘉宾国安，他有30多年药剂师的经验，来往中国也有10余年，借由他的专业经验和与中国医疗体系的对比，他将为我们一次揭开大马医疗体系的面纱，这对本地人、生活在大马的外国人都将具有帮助。但很抱歉，本期有些长，音质录制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好，那我还是从那一个经典问题入手。能靠印象打分啊？如果中国的医疗体系从0到10分，马来西亚医疗体系0到10分，你分别会打几分？如果你说打分是从哪个角度来打分？这是就是说从医疗体系的效率就是说收了多少钱，服务人民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我是以人民的角度来说的话，中国我觉得是比较低的分数，可能1、2分。OK， 马来西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高一些，可能是7、8分。7、8分，对哦，那差异是很大。差异是比较大。OK， 比较大。我们就后面你来介绍这些相应的医疗行业的事情和知识，就会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差异。刚才我们闲聊，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你之前在中国的一个见闻嘛，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出了车祸，你可以从这个讲起嘛，那个故事对，令你很 shock 是不是？对，这个其实在马来西亚我觉得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就我简单说一下在中国看见的事情，就是中国在一个急诊室里面，一个一级医院，急诊室里面看到小伙子，他就送外卖嘛，车祸严重的中国很多嘛，因为中国基本外卖各个小哥就是赶时间追单，对吧？对然后挺严重的。这小伙子就出了车祸，就进了医院，然后医生就过来跟他说，跟他家人说，他姐姐说一下，这个孩子就蛮严重的，必须做个手术，最少的起步价都要10万人民币。他是什么地方受的伤？他是被车撞了，然后肺部已经是比较就脏器的内伤，对，就内伤。对，然后头部也裂了，然后手脚也开始有些擦伤，蛮严重的。然后姐姐问那个医生，如果我要治这个几个弟弟，需要用多少钱？医生就说我给不了你，顶价封顶是多少？不懂，起步价至少10万人民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就这里已经有个不同了，就是医生是先问价，对吧？对，然后很不幸的就是姐姐跟他说，我跟家里商量了。我家是个农村家庭，没什么那么多钱，我们就决定不治了，就叫孩子这么走了。但在马来西亚，如果比如说就算你去私立医院还是去公立医院也好，如果是一个比较挺严重的，医生会先救病人，他不跟你说问你价格多少，也不会跟家人说你必须准备这个钱。他会说这个孩子需要什么样救助，我们现把孩子救助，做个手术，4个小时之后才救出来，4个小时之后我会给你知道情况是怎么样。假定发生一样的情况在大马也有一个 Grab 司机一个年轻人，他也受伤了，假定也要花10万，预估嘛，因为医生我想会先去救他，对不对？对 ，OK， 那么当他推出来以后，医生说 OK， 这个费用是10万令吉。对，那这个家里拿不出来10万令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医生会跟病人说，我们会有一些机构，就可能我们其实有几个方向的，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有就业的，他们有那个退休金 EPF 里面是有一部分是他们可以申请救助做医疗用途。里面如果没记错，大概是2万块港币。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他们是某个种族的，比如说是回教徒、马来西亚、马来人、乌米，他们就可以跟大孟哈吉拿一些救助金，或者是跟一些 NGO 拿一些救助金。医生其实可以写一个 supporting letter， 就是支持这个病人是没有那么多钱的，就找一些非盈利的公方来去帮助这个。另外一个方式，他们会众筹。
他们就比如说我跟这个某某报业的说有这个情况，这个孩子需要用到钱，可能是癌症啊什么的，就必须急需筹集这个费用，比如说10万块、20万块去做这个手术，他们就给一个公开链接，就跟人家政党一样，难怪有好多的这种义卖啊，对，然后一个出来是比较官方的正规渠道去先帮这个孩子，主要差别是什么呢？国内是跟你说钱，对，先看钱是不是说够不够，我才给你钱。在马来西亚基本就是他会先治那个病人，先救活了，除非是完全没办法，那么没得说。但如果是能救的，他先救了，之后才跟你说你总共费用是多少？你没那么多钱，那么我们就想办法，你需要从什么官方渠道去筹这笔钱，还给私立医院。如果是政府医院呢，基本就是国家津贴了。因为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是国家会有一个拨款，每一年，比如说2024年是大概420亿马币，420亿马币，420亿马币。相比去年22到23就360亿，就其上大概10%左右。我跟菲律宾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对，比方说马来西亚3、4千亿美金的GDP 来讲的话，那乘以4点几，相当于那要有2%到3%的比例是用于医疗的支出，对吧？对所以说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在医疗跟教育这2个支出是挺高的所以它这个比例是一般上为什么很多我看到很多中国人来马来西亚就说我去公立医院就付那1块钱看病什么东西，门诊对马来西亚的公民是1块，这个是普通医生。等一下我先把你拉回来一些，好吧？就你刚讲的这个，在中国听到的这个案例，是你直接碰到，还是说你想近的朋友？你直接碰到，我直接在，所以真实性很高。对，直接碰到了。我是在一个1级医院里面的。哇，那我要接着challenge你，就是如果在大马的医院嘛，实在那个假定的那个做手术的人，他连钱最终也筹不回给医院，又会发生什么呢？医生会给他 waive 掉吗？医生不会给他 waive 掉，医生会给他时间去把这个债务给解决。对，但他会有不同的方式去付。如果是在政府医院的话，基本政府是可以 waive 掉的。OK， 如果是在私立医院的话，就看他有没有受保，有没有买保险。有保险的话，基本就能报销，对吧？如果他是没有保险，比如说他是老年人，他家里也没有保险的，是，然后他就跟亲戚朋友如果是也没有能力的，他没有工作的，然后他们就给非营利机构去跟他筹这些钱。哪怕是私立医院，对，也是这样来做。也是这样来做。哇这个是确实有根本的一些不对。对，因为我能够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生就不需要做一些伤人的事情，对吧？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对，因为他们医生的职责在马来西亚是以病人为主，我觉得是完全符合医生这个职业创设至今的，人家讲希伯拉底实验 ，cure the most， 对，不就要这样吗？救人。对，因为国内医术所接触的不是这样。就打个比如，你要看一个专科不好，你必须有关系，或者是以前有一个时代，就是你看完医生你还给红包，对吧？现在还是现在老人家就我们家也有老人家，哪怕你并不需要给红包，在手术安排好，对，你觉得我要有个安心。你还要塞一个很大的红包，这个红包可能就是几千到几万。对，那你为什么要给呢？我在想，其实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你就担心好像不给，那么别人就会怎样，或者医生就会怎样，对，它形成一种比较恶性。对，马来西亚没有这个情况，马来西亚现在是确实没有这个，是不会给医生红包的对。那我再接着challenge这个，我听说，比如说公立医院，然后有人受伤车祸送进去，真听到这种案例，他说好像给他安排这个床位或者救治会相对比较慢，有没有这种情况？是这样的马来西亚的公立医院的急诊部，它会分3个区块，轻、缓、重。那跟私立是一样，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其实全世界都一样的。全世界都一样，只是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他
比如说车祸，他看的严重性多少？如果他是有生命威胁的，他是直接进去红区，红区的话就立刻医生会过来急救。如果你看他还清醒的，坐着轮椅进来擦伤的，你就坐在新区呗，然后就等时间，然后就看那个医院有多少的病人。一般的车祸在马来西亚或者是中国，我就觉得在马来西亚都是晚上的话，马来西亚的公立医院它有一个时间段，从晚上7点到凌晨2点，这个是高峰期。OK， 2点之后到4点是一个车祸区比较多的时间。所以你在这个时间段去看病的话，去急诊，基本都等很久。确实会等很久，确实会等很久。但如果你是白天看你是什么病，一般时间都比较短，因为没那么多病人。就是正常的。OK， 如果你要快，你不要9公里，是很严重的，你去私立。私立的话，基本就可能半小时15分钟，他一个就走了。OK，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打分还欠个1-2分的原因。但它是 systematic， 就是说整个医疗资源或者这个政府医院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说它整个运转上会有问题，对吧？对，它的体制是有的。OK， 对，它是归类，它是那样归类，但很多人他不懂，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我这等那么久？这问题是它归类不是以病人的考量，是以医生的去考量。就医务人员就觉得这个病情是多严重的，所以什么都分区所以轻区在这边的就比较慢，就不严重就等那个医生把比较主要的急救的病人先看，然后再看到你，所以你实际就等比较远。OK， 好，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衡量大马的医疗效率有7-8分这么高，它整个体系是怎样来组成的？你有告诉过我有几块教育的，然后医疗卫生部的，还有一些国防相应的。对。其实马来西亚的医疗是分2个区块，一个是医院，一个是诊所。在国内是没有诊所的，他们就可能有些地方的医院是地段医院，对吧？但是马来西亚是分医院跟诊所，医院它又分2个不同的部门去管辖，一个是归卫生部管辖，一个是归高教部管辖。卫生部就是 MOH， 对 ，MOH 就是 MOH 跟 MOE。MOE 管辖的就比如说马大、理大，国大，他们都有自己的医院，就什么 University Hospital， 对吧？但是在卫生部管辖的呢，它就会分有专科医院或者是非专科医院。就这些呢，它就会有专科医院的话，就是它的设备比较齐全了，对吧？你看病啊，所有的专科都有在。非专科医院的话，他们可能是在比较小的城市里面、小的县里面 ，district hospital。你讲的专科医院，我估计和我理解，在中国的专科医院是不一样的。中国专科医院是指就是只看一大类病，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比方说胸科、耳鼻口、正中观科。对，你讲的是不是指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科目分的比较细的叫专科医院？什么都看的就叫非专科。对吧？专科医院在马来西亚就是所有的科系它都有。非专科就是它那个医院里面是没有专科医生在的，它只有普通医生或者是 family hospital family specialist。OK， 它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大众的。如果说它是肺部的专科，它没有在，那它是一个大众医生，他在那边看普通的病人是没有问题。比如说他是个癌症的话，他就不可能是在那个大众医院里面看，他就必须专科医院里面看。对。那么以现在420亿令吉的这个预算来说，它是服务于 MOH 是卫生这些医院卫生部的卫生医院的。但是高教部里面的话，它是我们叫health subsidy， 就卫生部它高教部它有补贴。但它不是180%的补贴，可能60%或者70%，就看你那个补贴点，你那个程序里面是会少一些，那还好过私人医院，对吧？对，你的价格还是比私人医院便宜对。那我们一般人就我们来讲，如果是非常的小病，也不那么急，像这个不是非常高烧的感冒发烧，他会应该怎样做吧？你会觉得这是对的？我是感冒发烧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马来西亚有一个情况跟中国有点不一样，我们的药剂
这 pharmacy 药剂店是可以自行提供药物的，就普通药物。我是误打误撞去过一次啊，我有一次小猫过敏，就是一直有流鼻涕，在我附近一搜，搜出来其实是个药房来着，对，去的很便宜就配到药。对，所以药剂师他们本地的药剂师他们是可以自行派发药物的但是我们只限于就是一 level 的药，对，某一些 level 的药，就比如说心脏啊、重油肌药，你必须要有那个药单才能发。OK， 比如说伤风咳嗽啊、感冒啊这些药，基本我们都不卖。如果是很严重的，比如说你发高烧，你发了一天38度、39度，你别去药剂店了，你就去诊所。就我们这边很多诊所 ，Mendivira 啊。那些什么 clinic 啊、polyclinic 啊，这些都是小的诊所。小诊所你就今天看病呗，他就跟你抽血，所有的什么基本抽血啊、验血啊都有。然后他没有的就是他没有能照镜 X-ray， 但是他有些的比较大的诊所有这个设备它可能有，但是普通验血它都会有。这个东西你就消费相对比较低，除非你真的很严重，你觉得你去诊所不安心，你就去私立医院。私立医院你就看专业医生呗，专业医生消费者可能比较高，可能至少这个花费去诊所的话，可能是60块、80块的港币的事。去医院的话，可能是至少100-200块。对，就门诊加药物，因为医院的药物一般都比诊所贵。还不一样呢？对，不一样，因为它的利润比例不一样。那大马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去政府医院呢？一般都不严重的病或者是比较需要长期去治疗的比如说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腰椎、颈椎这种，对，比较血液的都会去政府医院，因为这个你的周期比较长，然后你也长期需要依赖一些药品，然后药品在马来西亚基本就是政府补贴的，所以大部分的老年人也好，或者是时间比较多的都会去政府医院。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经常讲的马来西亚人1块钱看病的？不是1块钱，1块钱看病是门诊所有马来西亚公民在政府医院看病是1块钱这个只限于门诊。这1块钱是包括挂号、看医生跟普通药物。如果那个医院是没有这个相应的药物的，他会跟你说这个病比较严重，你必须从外面去买。他会跟你说我们没给你这个药，但我会给你个药单，你去药剂店买，这样药价格就是自费买。但如果你看专科的医生的话，马来西亚国民是5块钱马币好吧？但是外国人的话，你也可以去公立医院，是问题你很多人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对，就是都一样的，因为马来西亚很多外劳。那么孟加拉外劳啊、尼泊尔外劳，他们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他们也去门诊，去公立医院的门诊。我车祸啊、你压手指啊，他们也去的，但他们注册费是65块门诊。如果他需要做手术的话，需要住院的另外收费。但国内马来西亚的政府医院，它有一个制度，马来西亚公民住院的费用不一样，就是30块1晚，但外国人住院的费用可能是150块或者是200块1晚，就看你哪个等级但是外国人是可以在公立医院看病的只是他的费用稍微比较高我听出来有这样几档，就是住院、专科和门诊，对吧？其实这个门诊的概念和在中国也不一样。中国比如说我去看个心脏也叫门诊，它是分成急诊、门诊和住院，这样子来的。但你讲专科其实是比较专门的病，在相应的医院去看，这样来划分这个体系。对，这个体系也是继承自英国的一套体系。对，其实全东南亚都是根据这个制度去走的。亚洲区也基本看韩国也好，台湾也好，或者是越南也好、泰国、印尼都是以这个制度去走。主要我觉得马来西亚跟中国最大的差别就是，病人生病了，你是以病人为主，而是以收费为主。国内就是以收费为主，因为他们是一个自营模式，对吧？它不是一个补贴模式。马来西亚是一个补贴模式，它就比较对公民是比较好，对病人也比较好。
对，我怎么感觉这是应该才是比较正常的一种病态啊。对。还有就是在大马，一个是看病，那么你看完病你会去配药，就是他能够拿到的药，会是些什么药？因为在中国比较有这样的，大家有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是进口药，这样它的药效就会比较好。这个是体彩的那些，或者是国产的一些药，医生有时候也会暗示你说你可以去买进口药，虽然贵一点，但是药效会比较好。可大马人，他们看病以后面对的药有这么明显的区分吗？马来西亚的公立医院从90年代开始是积极采购的，就由一家公司承包，然后就做我们叫 tender， 就投标，对。但是我们的药物也是会分进口药跟本地或者是我们叫仿制药对吧？但是进口药如果是很高端的，而且是很新的药，这些它必须是在公立医院的话是必须是专科医生，他会分专科医生跟非专科医生能写的药，能配的药。如果是专科医生能配的药，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部门去分配那个 budget， 就是他们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他们有一个每年的自己的部门有一个 budget 去买这些比较贵的进口药给一些特定的病人。但这些特定病人他们怎么去选呢？就是说，如果他适合进口药的病人，他们还是会给。如果他说，比如说我的 budget 已经 over 了，没有那么多，我只能预算给50个病人，也是第51个病人。那么的话，这个病人他可以说，新的药我给不了你，但我可以给你一个仿制药，效果是，在这个区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能控制你的病情。你要不要？你不要的话，那么你可以去拿着我的药单去外面去买。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药你在外买的话，可能要花6、7千块。但是如果你没这个能力，你就用政府医院给你的 alternative， 就是可能比较旧式的治疗方式，这个药还是能对你的这个病情比较好啊，所以他会给你一个选择。明白？对，OK， 是这样，还是比较以病人为先的，而且到先得了这样。对。那还有，如果是非常严重的一些病考分，比方说我们以3、4期的癌症来说，在中国我们常常听说一些老人家或上了年纪，他如果得了癌症，他们通常没有被保险覆盖，没有被中国的商业保险覆盖，而且很多国家提供的保险也很多都是管不到的。对，那就有家里要筹很多钱，有些人讲存了一辈子的钱，90%最后都是最后几个月花掉，有这种情况哦。对，卖房子也听到不少。对，在大马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人会遇到哪些处境？会怎样操作？一般如果是3、4期，基本都是晚期病人的话，大部分的家庭都是选择在公立医院去治疗。主要是因为晚期病人一般上如果是比较常见的癌症，比如说肺癌，或者是子宫癌，或者是breast cancer 这种，他们是有比较好的治疗 option， 那一点，他们就去，他如果是有比较好的药，一般都是在，刚才不是跟你说有两类医院嘛，一个是卫生部的，一个是大学的，他们都会去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大学医院非常有很多临床，所以他们可以提供免费的治疗给他。OK， 对，如果他是适合的，那么他去这些大学医院里面去接受这些新药的临床，那么他就免费提供那个药。那他们接受治疗是否和最早我们那个案例讲，碰到车祸一样，就是也是先给他治疗？对，他们也是一样治疗。也一样的，不是加价的，对，他们不会跟你讲价高，所以他们如果是他们需要化疗你在政府里面基本都是90%是补贴的，所以你不会说，比如说你去Gleneagles 或者是你去 KPJ 私立医院，你做一个化疗，你至少花2、3千块但你去政府医院的话，公立医院的话，基本你不会花到那2、3千块，你可能花到200块、300块。那也没有，也同样对，比方说我也在大马得了这样的癌症的话，也是会一样对待的，它是一样对待的，只是问题是因为是外国人的话，可能你的费用要高一点点，就不会像
在私立那么高。他至少是先治我嘛，对吧？对，他是先治你，对，他是先治你，他跟你说你这个病情况是这样，我可以给你的治疗方案是这样，啊，但是你必须把整个，比如说癌症，整个疗程是8个疗程的，所以你们的疗程是要怎么去做？然后他是跟你说啊，我会先治你，治了你之后，你的价格是这样，就这么简单。这样我至少觉得，医生是在顾我不用担心说我还要跟他斗智斗勇，知道吗？讲的转个院再一下，我怎么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疗？我根本就不需要动这个脑筋嘛。对的。其实，在马来西亚，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他们都会有医疗保险。如果是你是指那种商业的医疗保险？商业的医疗保险。对，我们有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我们有一个 medical card， 一个是 medical， 一个是人寿的，就大家额外的买是吗？对，额外的买。你觉得这个覆盖率有多高？其实覆盖率我觉得不高。马来西亚的人寿保险应该是30%-40%左右。overall 来讲，对 overall 来讲，其实也已经比较高了。我告诉你，如果在中国的话，说以我们父辈，就50年、60年出生的人，基本都没有。因为不符合嘛。就因为当保险业出现和让他们能够接受，也花了蛮长的时间啊。对，所以他们能够买的时候基本都没有。我们这一代基本上也是身体不太好了开始，有些人会有一些买，但比例不高，我预计不会超过30%，是很。所以 overall 来讲，整个社会被商业保险覆盖也是很少。因为马来西亚商业保险应该是在98、90年代开始，那时候是刚刚开始起步，然后现在基本就那几家是垄断的嘛。但是只要是他有商业保险给覆盖的，不是紧急情况之下，他们都不会去私立医院，大部分的都会去公立医院。但是如果比如说去了公立医院，你觉得等不及了，还是要选择要快一些的治疗，他们就去私立医院动用他的那个保险卡，因为它有额度嘛。其实马来西亚的商业那个保险在癌症这一块是有包含在里面的，只是它有一个额度，这额度挺高的，就看你买的配套多少。对吧？你的套餐是，你比如说是一个没100万的，就保那100万，也都保过。那没有买的话，就在公立医院。没买的，除非特别急花钱。对。那你觉得像大马7到8分呢？我们开始回到这个，还有2分到3分会差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跟里面的管理制度有关系对，因为马来西亚的政府医院、公立医院的管理制度是有一点点不公平的、偏差的。这个我觉得每个国家都会有，每个国家都会有。然后然后这个会导致旗下面的管理会efficient不好。有些管理就有一些偏差，对吧？然后有时候你安排的时间表也不好，然后你一些好的医生都不该在那边的，却在那边，就变成你这个偏差的话，其实影响整个制度。有时候对我们人民来说，我们在这一行的话，我知道哪个医院好，哪个医院不好，但一个普通人民进去的话，基本你运气不好，你遇到这个真不好的话，你就没办法还有比如我听说医院在公立医院的医生，他的待遇不会有这么高嘛？工作几年以后会去私立或者去国外，或者在国外留学以后就不想回来。对，这个是不是也会包含在你讲的2、3分里面？都会有。这其实公立医院其实它的工作量跟全世界的公立医院都一样的，是挺高的。他们一般上那个工资不高，但他们马来西亚的医生呢，他会有一个选择，他们是可以做副业的，他被允许去做。被允许。就比如说他正规他8点到5点是在公立医院上班，到晚上他做副业在私立医院，那是可以去打工的。这个灵性化呀，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啊。为什么我在公立医院在自己时间不能去？对，这个只需要给你的部门领导报备。interesting。一般他们都不会拒绝，都不会拒绝。因为领导可能也在做。领导他们不需要了，因为马来西亚这些领导他们的工资挺高的，因为他们的 ranking 比较高，非常好。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医院他们的福利其实挺好的。
对，福利挺好的。他们的工资，如果你别看他的 basic， 别看他的基础，他们有很多 allowance 是可以加入进去的。哦，所以他们是福利挺高的。所以他也会更长期的在这边说追求那种未来的更好的福利嘛。对的，对的。我很想了解，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包括说大马的朋友啊，他会告诉我说，马来西亚的急救体系跟亚洲999，那可能会来的比较慢。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一些 emergency 的治疗？我只是 theoretically 在考虑啊，因为我有时候会做一些 plan 嘛，对吧？一些紧急方案，我想如果我看到就会我就会在担心啊，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你说10多年前的打999的话，确实是比较慢。对，不是这样。现在不是了，现在基本它是比较直接对接去公立医院，但问题就是如果你打那个急救去公立医院的话，肯定是比较慢的，因为它看距离，它还可以转接去哪个医院最靠近你的，再把那个救护车送进来。所以马来西亚其实它比较人性化，就是如果你要急你要快的话，你可以不用去公立医院，你可以打去私立医院的急诊，私立医院先接你过去，看了视力之后，他给你看病，看了之后他说这个需要做比较大型的手术，还能等的，还能等的我说的还能等的话，你就问他能不能转去公立医院，他们是允许的。OK， 对，因为很灵活就是。对，除非说他跟你说这个不行，你不急救的话，半小时之内他会去拿，他就问你有没有医药卡。那么的话，这个没办法，你必须先救病人，对吧？你救了之后，后期比如说救了之后做了手术出来，然后已经稳定了，2、3天之后稳定了，你要转出院。转出院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能不能在公立医院看病？因为我没这么多钱，他们也是允许的。只要跟医生说，能不能写一个 refer letter 给我，就推荐信，把我推荐去公立医院的治疗，去治疗。这很好啊，因为 borderline 就是说先救人嘛，对，医生也是往这个 focus 去走啊，对吧？对，这个其实是跟国内是最大的差别，这个是真的。是啊，我之前在那边跟接触过的，跟在马来西亚接触过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这边是以病人为主，国内是以盈利为主。这个也是中国跟世界最大的差别吧？我猜。体制问题吧，我觉得是一个体制的关系，因为那边的体制跟这边体制有点不一样。觉得在大马，就是大马国民嘛，大马人来讲 ，overall 他们对医疗就是自己养老的医疗，会不会有一种深层的担心和焦虑？我觉得不会，就很放心是吧？对，一般你看老年人在这边呢，大部分的老年人，他有老年病也好，什么都好，没那么多钱的，就选在公立医院看病，而且他公立医院，如果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公立医院，比如说你是坐轮椅的，你不方便，他们也有一些 NGO， 就是非营利机构，就把你去你家，帮你载你去看病。天！看病，然后看了病之后还把你接回来。但国内的话，它全是盈利的，它有一些盈利机构是它陪诊也有收费的，对吧？国内是有这个服务的，对吧？还有之前有这些陪诊集团啊，然后把你送过去啊，带你怎么去看病啊，怎么注册啊，怎么挂号啊，全收费的。虽然说是就是我们就当它全是商业体系来说好了，但是我觉得它还有巨大的不公平性在。应该说如果你全部资本化来运作的话，相对会体现出一定的效率。那你看，就在我们身边，就在现在2023、2024年，身边的朋友会说：“哎呀，我父亲生病了，或者我有什么事情，我去请人帮忙。”打听以后，然后托关系去了哪个医院，要到哪个病床，找了哪个医生，开了个什么刀，还是这样。对，我给你个例子啊，我前些有个朋友。他爸爸就癌症嘛，然后他去了私立医院，他是 prostate cancer， 癌症之后他看了私立医院，他做了一个治疗，但是很不幸的话，他爸爸就break through，那个治疗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控制不了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他爸爸是这个情况了，怎么办？我说我知道在马大有一个医生是挺好的，在这个癌症专科里面挺好的。我就在跟他说，我认识这个医生，但我没
用我的环境，我就直接跟他说，你打这个号这个电话，我跟他做了一个 booking 之后呢，我第二天再打去 clinic 跟这个护士说，我 booking 是到下个月1号，还有3个星期，我说你能不能因为这个老年人他已经做了一个治疗，我把那个报告发给他，说你能否问一下这个医生，他需要紧急治疗，你的排期满了，能不能优先给他？那个护士就把他的报告拿去给专科医生，专科医生跟他说，你叫他明天来吧 ，walk in 就好了。这个不可以，当场护士帮我办。而且应该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不是我的原因，是帮他打电话，这个帮他打电话，我也没有跟他说我认识这个医生，然后我把那个报交给他，然后我做这个程序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我朋友说，你明天拿着这个报告，你跟他说你今天已经做了这个那个 booking， 这个专科医生说他可以来提前做个检查，做个 second opinion。他就自己去做那个检查了，所以你看情况是不一样的。国内是托关系的，在马来西亚基本你不需要靠关系，是只要你把那个病例交给医生，医生会看是不是急需被断诊，然后给你治疗。它的体系是在 working 对，是不一样的。太不一样，我大概可以找到马来西亚人这么感觉幸福的原因了嘛？对，最让人担心的一些事情，对，是有一个安全网会拖住你，对吧？对，所以国内基本你只要没生病也还好，只要你一个人大病进 ICU 或者是很严重的手术，基本你把几代人的花费那个收入给断了。在马来西亚暂时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情况，因为一般如果是很大的病、很严重的，他们都会去公立医院。就算是公立医院，你没那么多钱，医生还是先给你治病，治了病之后，他会跟你说，你要怎么去筹钱，我们去找个方法给你筹钱。这你还有后路可以给你走。那主要问题是他先给你治病，他不是又没有钱，最大的差别。对，这个是最大的差别。那么很多世界上的这个医疗体系都类似这样嘛？对，为什么马来西亚能够排到前几？大家都说马来西亚的医疗排名很高嘛，这个是什么原因又使得它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又特别突出、特别优秀呢？我觉得是2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策，它的拨款在医疗体系的拨款是挺大的。就好像我们4保10也是在马来西亚2014的那个医疗拨款。第二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医生的质量是比较高，因为他在国际性，他们都有很多临床研究新的。在马来西亚，像我之前在国际公司做业务的时候，我们都在马来西亚有很多政府医院也好、私立医院也好，这些医生他们就做比较相对比较新的药的研究，他们也有做一些 publications， 在国际性比较有威望的那些 journals 里面做一个 publication， 所以他们其实在东南亚区或是国际性，他们这些都比较有名望的，所以相对你把2个凑合起来，一个是整个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一个是比较好的医疗体系，那个医生的质量也比较高。所以为什么整个配套加起来，其实相对比你的性价比也比较高然后你的人民对医疗这个顾虑也比较少，所以他们在国际上的排名都比较高。这是最近的几十年一直是这样，还是说随着不同届的政府是有过变化？不是，这个是一直以来一直是这样，医疗都是哪个机构好？对，对，马来西亚，我给你一个比较基础的那个认识，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要注册一个药品，其实门槛很高。OK， 是很难可以注册到一个药在马来西亚，因为它需要的是至少2年，1年半到2年，但它需要你的数据都是根据欧美的规格去做制定，它不会根据一个国家，而且批准药物这个药检局是不受任何一方
响。就有点像 FDA 嘛。对，就如果你是政治人物也好，你是药厂什么高管也好，你不能影响我们怎么去制定注册药物这个程序。对，所以它的应该是这样。对，它相对的它的它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就比较体制上是比较好。对，谢谢你，我觉得这个让我又找到了生活在大马的一些对，其实马来西亚除了医疗跟教育这2块，其实就是我们的安心网。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从你专业人士角度，你觉得可以就是也可以提醒大马人，还有可以提醒外国人，有没有一些或者 tips 或者是提醒？关于什么呢？关于医疗吧。医疗如果是小病的话，什么伤风咳嗽，如果不是很严重，你就可以去药剂房或是去诊所。OK。马来西亚跟国内有一个不同，就是马来西亚不会过度医疗。是，这个很大不同。对，很多这个不一样，更不会过度诊断。我讲讲我在这边看病的一些简单经历，就是我们很清楚的就感知到像我带小孩还有我自己看病，都是呢，医生听了你的情况之后，他会胆敢先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先比方说，有可能你的病在这里，他可能会猜测在这里或者这里，但不太会往上猜，他就先给你一个试一下，1-2周你再回来，会帮你去看，而这个呢，就根据他的判断，简单的检查就会下药。对，那在中国，比如说是一个哪怕是发烧，一定先去验血嘛。对，验血、拍片什么的都会有。对，如果你肺部当然就是拍片了，那拍片一次就几百嘛，对不对？验血又是有一定的钱，所以一定的基础花销一定会在。就是我们甚至有时候觉得，在中国看任何病都是影像学为基础，验血，然这一套先走完再说。对，但是这个你不可避免的，因为国内的它的整个体系下来，它是以自营方式。自营方式的话，你看，你建一个医院，你要营运。你不单单是人力的费用，你还有器械的费用。你做个 MRI、做个 CT，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固定费用了。如果我引进了，我投一个5-6亿的费用，没人去用，对我来说是一个固定费用了。对，那我能从谁去挣这笔钱呢？就从病人上花钱，所以它就有过度诊断的。你可以说这样更快，因为我全部来一下，但一定是总体来讲一定是过度的。对如果你慢一点，医生帮你一步一步看，肯定是会对病的是更有效的，整体成本和效率也会是更好的。我觉得。对，大马怎样？大马不会的，大马是这样的。如果比如说你是伤风咳嗽的，你当然去诊所也好，他会跟你说听个肺，问你什么 symptom 有什么情况，他就跟刚才你说的那样你可能是因为这个感冒，然后就给你吃这个药。还有可能说你3天之后你回来你没退烧，你还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么我给你抽血。他不会说你进来我直接给你抽血的，除非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然后就跟你说我这里不能给你拍 CT， 我不能给你拍 X-ray 拍片，你可能要去医院你跟他拍，或者你去另外一个诊所有这个服务的人去拍。我懂，就是说除非必要，他会帮你再往上去升级嘛，对不对？就是套餐先来一下。对，你们是传统套餐先来一下，至少800-1000。这边的话，你基本花费诊所在马来西亚基本上说，你看是大概80块120，这个包含药物，门诊加包含药物。如果你去医院的话，可能就贵一些，可能是180到200左右，是大概这个价格。虽然说我们有些也是保险，就是这个医疗保险 cover，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费。对，你拍一下片，验一下血，时间、金钱，其实都是一种系统的浪费。对，其实这个过度的浪费是没必要的。是，而且我之前有一些中国朋友来马来西亚，刚开始来的时候带孩子不舒服，我就带他说，我说你去这个顺路医院你们去看看。这个医生我不认识的，我说我介绍你先过去。他回来跟我说，怎么这个医生那么奇怪？我孩子伤风咳嗽，不跟我拍片，不跟我抽血，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用了。他说我这个药有，我说有那么我就不给你了。他说为什么这个医生？他就觉得不好。但我前提是这个是观念不一样，因为他习惯了在国内那一套，那他反而觉得马来西亚的医疗系统很奇怪。我觉得这个医生不好，但是当他生活久了。6个月之后，同样的情况，我跟他说：“你现在去看这个医生，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个挺好的，没必要吃。”他说：“不用吃，这个药不用吃，你只吃这个退烧药、伤风感冒药就行了，也不用拍片，什么都不用去验血。”
然后3天收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常规的，我觉得是正常的。但对很多中国刚开始来的，就觉得一个很奇葩的事对，就这就是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景象。我还是非常羡慕大马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接受这样的一个医疗保障网。对，这个其实对马来西亚公民是挺好。也非常感谢你，就是澄清了我认知的一些盲区还有一些偏差，我觉得可以认知得更加清楚，也更加安心嘛。对，你讲的这个底线其实就是正常，也是很重要的。对，先治人嘛，先医疗嘛。对，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是个人是最大的差别。其实费用，每个国家的费用的架构是差不多的，只是问题是因为马来西亚是比较有保障，对吧？国家有那个政府有那个支出是给医疗费用的，这个就有点不一样，非常伟大，我觉得。现在还好。谢谢你。好，这样我们 Thank you， 好，谢谢。Thank you。